李婉堂，你疯了！这房子不能换锁。我的房子，我想换就换。结婚8年，我掏心掏肺体谅他，包容他，任由他去帮扶所谓的恩人遗孀。我以为只是一份知恩图报，却没想到他拿着我外婆留下的祖宅，拿着我一次次的退让和纠缠的不清不楚的寡妇暗度陈仓。80块月租，霸占我市价上万的临街小楼整整8年。我知道后赶人、收楼、离婚，夺回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。这一切都要从几个月前的那条短信说起。租金，周玉川，你每个月都说那是夜校课时费。婉堂，你别乱想，乔姐一个人带孩子，她丈夫走得早，我只是帮她一把。哪套房子？说。老街小楼。什么？你把我外婆留给我的老街儿街2层小楼，市价12000一个月的临街院子，以80块每月租给乔婉一家8年。爸爸，你吓到妈妈了。穗穗先回房间，爸爸跟妈妈说几句话。乔姐真的很难，她丈夫以前救过我，要不是她，我大学都读不完。所以你拿我的房子还她的人情？不是拿，是暂时借她住。80块叫租金，不叫借。那锅汤我炖了一下午。今天是我们结婚8周年，也是我准备告诉她2胎满4个月的日子。我怕你闹僵，才一直没说。婉堂，你原来是最温柔和善的，如今怎么变得这么咄逼人了？我咄咄逼人，还是你们欺人太甚？既然道理讲不清，那就都别住了。我包容了你8年，从今天起，我要为自己和孩子讨回所有东西。您好，我想咨询2件事。第一，我的婚前房产被配偶私自低价出租8年，我该如何合法收回？第二，婚姻存续期间，对方长期隐瞒，我能否起诉离婚？关于您的房子属于婚前财产，您可以直接采取强硬措施让他们搬出，但起诉离婚的话，您需要收集证据，证明对方有实质性的过错才可以。我想看看你口中帮衬的细节，手机给我看看。原来每一个他说外出忙碌的周末，都耗在了别人家里。抽屉坏了，你抽空修一下吧，孩子总被夹到。单位事情多，哪有空管这个？你先将就一下。家里抽屉坏了2个月，他次次推脱。我胃里难受，能不能帮我煮一碗热粥？明天一早还要上课，你自己点外卖对付吧。就连我深夜孕吐难熬，他都冷眼旁观，让我独自硬扛。他的忙从来都是对着这个家，他的温柔和空闲全给了另一户人家。周宇川，他一个人带孩子，你心疼，那我怀着孩子带着穗穗守着这个家，我算什么？你不一样，你有我。我有你的什么？说不出来了是吧？乔姐现在处境艰难，他们一家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。原来乔婉不是一个人带孩子，她把父母、弟弟、弟媳，连同自己的儿子全栽进了我的院子。原来你还让他们一大家子都住进了我的房子里。你别这么计较，他也是没办法了，而且他儿子马上就要中考了。他儿子要中考，和我的房子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先把孩子送去幼儿园，房子的事我们晚上再谈。我已经请假了。你要干嘛？我劝你别乱来。我现在就去老街收房。明明一起生活了8年，可现在的他让我好陌生。外婆留下的院子要好好护着，等我们老了，就把前厅改成小茶铺，后院种2棵桂花树。那时我信他，我把钥匙放进他手里，让他帮我照看。这一照看就是8年。你有同情心，但同情心不能用别人的东西装。婉堂，宇川在你身边吗？我昨晚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家里屋顶漏水，炕褥子湿了，我想问问能不能借点钱修一修。妈，他在。在就好，我不急，你别让他为难。乔家那边孩子也可怜。妈，你也知道乔婉住我外婆的房子。妈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事你别掺和。我劝过他，他说那是还恩。我一个乡下老太婆，说话不顶用。你妈家屋顶漏水你不管，乔婉住我的房子你倒操心。你的恩情只对别人有用。我工资要养家，我妈那边我下个月再寄。下个月？你给乔婉的恩惠倒是月月不落。你别逼我了。再说我妈年纪大了，脑子不清醒，说话糊涂，你别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真正糊涂的人从来都不是她，而是你。
妈妈，今天你送我吗？妈妈送你。外婆亲手刷过桐油的木门上，竟然钉着乔家小灶的牌子。吃饭去前头排号，后院不进客。小时候，外婆坐在门槛上给我包帘子。她说小楼可以租，可以修，不能让外人改良换住。乔婉在吗？找我姐啊？预约了吗？你谁啊？房主。我外婆压箱底的老蓝布，竟被她剪成了店里的围裙。婉堂，你来了，怎么不提前说？宇川呢？我收房，为什么要带他？你看你说话还是这么冲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有事坐下谈，谁跟你是亲戚？我姐夫每月都给房租，你凭什么赶人？80块，买你们一家住2层楼，还开饭馆，天下的便宜都让你们占尽了，现在就滚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们给钱就是规矩。你一个女人怀着孩子跑来闹，不怕孩子跟着遭罪？把那个盒子放下。我妈说这是没用的破盒子，给我装卷子了。那是外婆留下的菜谱盒，盒底还夹着房屋老契和一封手写信，一定要拿回来好好保管。孩子不懂事，一个旧盒子而已。你要是喜欢，我让他还你。赔你10块，够不够？乔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婉堂可能误会我们了，他一进门就要赶人，小恒也被吓到了。周叔，他还骂我外婆。你亲眼看见我骂了？婉堂，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难看的是谁？乔姐一家住了这么多年，街坊都知道这里是她的店，你今天突然来赶人，别人会怎么想她？别人怎么想她，关我什么事？姑娘，做人要积德。我女婿死得早，留下我女儿孤儿寡母，你家有房有车，非要逼我们睡大街吗？你女婿死得早，所以你儿子就能睡我的主卧，你女儿就能拿我的院子开店，你外孙就能砸我的东西。别张口闭口你的房子，证呢？拿出来。房产证在家，我保管着。你怀孕了，别受刺激，先回去。证在你那儿？对。那你现在拿来。婉堂，别逼我。今天这房产证我必须拿到，谁也别想拦我。玉川，算了，我们搬，大不了我带着小恒回老家，让他种业别考了。我们回老家种地，没钱治病，死了算了。就是把我们赶走，你们良心过得去？我姐一个女人拉扯孩子容易吗？你们别说这种话。他们站在一处互相理解的样子，好像我才是闯进来的外人。这不是周老师老婆吗？听说挺厉害，连寡妇都容不下。乔老板人不错，平时还给老人送汤。先走，给我一点面子。面子我已经给了你8年了，今天轮到我拿回我的东西。林婉堂，你非要把我逼到这种地步？是你把我的房子交给别人住，我没有贪1分钱。80块租金，你还想分几成？婉堂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可我真没想占你便宜。玉川说你心软，只要我把这里打理好，将来你会同意继续租给我。你还替我答应了什么？他说等老街修好了，会把前厅正式给我做店面。原来早说好了，人家都投钱装修了，房主现在反悔，确实不厚道。他们所谓的投钱，是把我的老宅改得面目全非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房屋权属是什么情况？房子是我婚前财产，登记在我名下，证件在我那里。她怀孕后情绪不稳，今天是一时冲动。原件被她拿走了，这是复印件。复印件能算数？我还会复印皇宫呢！闭嘴！他不知道我外婆去世后，我把所有重要资料都扫了一份，存在旧手机里，更不知道前阵子老街办的人找过我，说修缮名单要重新核实房主身份。既然产权明确，就按照房主的要求协商搬离，不要再起争执。婉堂，你看，警察也说要协商，你先回去，我给你做碗面，咱们慢慢谈。好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内搬走。别太过分。你还有2天，把原件还我。2胎。跟你有关吗？晚上，我知道这件事我做错了，可我们还有穗穗，还有这个孩子，你别为了房子伤了家。房子不是商家的东西，你骗我，
才是。乔姐丈夫当年为我挡过一场事故，他走后，乔姐没收入，我不能不管。那你可以用你的工资管。我的工资要养家，所以我的房子就不用养家。8年里，80块的租资进了哪里？我都存着。拿出来。8年，市价将近100万的租金，被他轻飘飘换成6000多。你喜欢当他家的男人，那就去。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我说的不是事实。你现在怀着孩子，我不跟你吵。为什么？你拿到证就会逼乔一班，小恒中考前不能换环境。周宇川，你偷拿我的证，还扣着不给。我是为这个家好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。乔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把你赶出去。乔家小灶8周年，老街邻里免费喝汤啦！穿着我给他买的衬衫，熟练的倒像这里的男主人。周老师真仁义，照顾网友妻儿这么多年。都是玉川心好，晚唐也好，就是误会我了。晚唐，喝点吧，你怀着孕，别饿着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小恒还有2个月中考，你也是母亲，总能懂吧？我懂母亲不会教孩子砸别人的遗物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来看你怎么把我的院子当礼物送人。今天这么多老人孩子，你非要闹？这是3天前给你的搬离通知，今天期限到了。通知个屁！我们就不搬，你能怎样？阿亮，别这样。姐，你就是太软，有人给脸不要脸。你也这么想？大家别堵路。葛阿姨，正好您来了，老街修缮的名单，您看我这店能不能先报？这个要房主签字。我可以代签。你不是房主，那就麻烦晚唐了，他总不会看着老街的好事黄掉。我不会给你签。要不我们先走吧，等他冷静冷静再说。既然对方拒不履约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旧钥匙还留不留？不留。你不是要东西吗？都还你，赶紧把修缮字签了。这是我外婆的旧碗、旧账本，外婆年轻时就靠这口灶养活了一家人。这些破东西放店里占地方，晚唐，你要就拿走。院子我们继续租，租金可以涨到200，280块霸占我整栋临街小楼8年，如今只涨至200，还有脸让我签字？晚唐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，一家人的生计都靠着这院子，你非要步步紧逼吗？东西也还给你了，租金也给你涨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要的从来不是这200块租金，我要的是收回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别不识抬举，这房子我们住定了。我拟好了协议，房子继续租给乔婉，直到他儿子中考结束。你让我给他再租3年？不是白租，租金按月给你。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等小恒考上好学校，我会记你的情。你的情值多少钱？你别说伤人的话了。签了，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。房产证呢？签完给你。你拿我的证逼我签我的房？我是你丈夫，不是外人。你比外人狠。他录音了。阿亮，别吓到你姐。林女士，修缮确认表今天最后一天交，你这边还是本人签字吗？趁工作人员都在，把修缮和租房的字一起签了，事情就此翻篇。本人签，但不是给乔家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乔姐只是要一个安身的地方。她要安身，就自己租房。你外婆那房子闲了那么多年，闲着也不是你。林晚堂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刻薄？以前我不知道你把我的好脾气当钥匙开给别人住。宇川，算了，婉兰容不下我，我搬。搬什么搬？合同都没有，他告不到哪儿去。再说房产证在姐夫手里，谁怕谁？你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了？阿亮胡说。姐，你怕他干什么？她一个孕妇能跑几趟法院？拖都拖死她。这句话我录下来了。婉堂，把录音删了。凭什么？我们还是夫妻，你把事情做绝，对谁都不好。做绝的人不是我。玉川，我疼。她怀孕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说那是她身体不好，医生检查。你当我瞎啊？缴费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孕10周。
我怀孕12周，2个孩子竟然只差14天。你别乱拍，这是乔姐隐私。我的婚姻里藏着她的孩子，我不能知道。不是宇川的，我只是怕别人说闲话，才让他陪我去医院。孩子父亲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姐单身，怀谁的都合法。那她为什么让我的丈夫陪检？万棠，你现在不冷静，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。你想怎么分？穗穗跟着我稳定，你怀着孕，情绪也不好。这话谁教你的？婉棠，玉川是为孩子考虑，你现在连我接一下穗穗都报警，孩子跟你会害怕。他不哭时，眼里全是算计。老街小楼归你，但你要让乔婉继续无偿居住3年，家里这套婚房归我，穗穗也由我抚养。你连孩子都要拿走？签吧，签了我把房产证给你。拿我的房产证逼我签离婚协议，你可真做得出来？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不会害你。夫妻？你早已把心偏向旁人，比外人还要刻薄。那就慢慢耗，你肚子等得起吗？穗穗妈妈，穗穗不见了。什么？她说爸爸来接她，我们刚查监控，不是周先生，是一个戴帽子的男人。婉棠，只要你签了，孩子就会回来。穗穗在哪里？先签，你是母亲，知道孩子害怕时会哭得多惨。乔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夫，到这份上还装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最在乎孩子吗？你们真把孩子带走了？阿亮带走了。你签字，我马上让人送他回来。小孩子嘛，带去吃碗馄饨不算什么。葛阿姨，麻烦你按我刚才说的，带人去乔家小赵后门。把手机给我！你放开我！都别动！李女士，社区那边刚找到穗穗了，她被锁在乔家店后的杂物间，吓坏了，但人没伤着。你敢碰我女儿？少来这套！不是你说要把孩子要过来吗？都别动，别在这里闹事！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肚子疼。从冒充家属接穗穗，到拿孩子逼我签字，每一句都在里面。婉棠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。你知道他们敢？妈妈，那个小房间好黑。警方核实完所有录音与人证，认定乔家蓄意挟持孩童、恶意侵占私产、损毁私人物品，全部依法立案处理。就是关了一会儿小孩，又没少块肉。你关别人孩子，还想人家给你房子，脸皮拿去糊墙都嫌厚。乔家小灶被贴上封条那天，老街来了很多人，不是看热闹，是来确认自家房子有没有被私下改过。于川，你帮帮我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。你退什么？你不是说会护我一辈子吗？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现在问这个，你给我交检查费，陪我进诊室，给我买医酸的时候怎么不问？这不是周老师吗？平时最爱讲师德家风，怎么还有这种事儿？厨房墙被熏黑，外婆的老灶被砸掉了一半，后院桂花树下埋着油污桶，他们可真不是人。林女士，损毁部分我们拍照了，后续按程序评估。你之前交的老照片很有用，能证明原貌。老照片？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从你们砸我木盒那天开始。你装的真像！你看着我们忙了这么多天，就是等着看我出丑。我给过你3天，那是你设的套。你住我的房，改我的院，拿我孩子逼我签字，现在说我设套。婉棠，我们回家谈。我们没有家可谈了。孩子受罪了。婉棠，我妈想看看你。我对不起你。那年他把钥匙拿走，说帮你照看院子。我后来听说乔家住进去，就骂过他。他说你同意了。您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你们吵散，也怕他不认我这个妈。妈，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。我总觉得他读了书是讲理的人，没想到书读多了，心倒偏了。婉棠，别为了我忍，他该还你的，让他还。妈，你怎么也这样？我只是帮朋友遗孀，帮人用自己的钱。你拿媳妇儿的祖产做人情，拿自己孩子去换面子，这叫偷。乔婉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自己弄明白。要是你的，我也不认。他敢动穗穗，就是坏。奶奶，爸爸还会把我送给乔阿姨吗？
你签吧，我给你作证。周玉川停职的消息是他同事告诉我的。学校知道他长期私自替乔婉经营店面，又牵扯孩子被带走的事，让他先回家等处理。婉棠，学校那边需要你出面说明一下，家庭矛盾，别影响我工作。你觉得这是家庭矛盾？我工作没了，穗穗以后也受影响。爸爸，我不怕。你看过心理医生给穗穗的评估吗？他这几晚都在惊醒，说杂物间有老鼠。我会补偿的。你先回答他一个问题。爸爸，那天你为什么先抱乔阿姨不抱我？爸爸当时没看见你。你看见了，你从我旁边跑过去的。穗穗，爸爸不是故意的。乔阿姨说，只要妈妈听话，我就能回家。爸爸，你也想让我听话吗？请林婉棠到3号诊室。家属怎么没进来？不用，我不会心软。他失去的只是工作和面子，穗穗差点失去的是生命安全。乔婉的孩子不是周四川的，亲子鉴定还没出来，阿亮先在拘留所里说漏了嘴。跟我有关系？孩子父亲是他们店的供货商，乔婉怕供货商有家事不肯认，才想把孩子赖给周四川，顺便用周四川稳住老街小楼。听说乔婉怀的孩子根本不是周巨川的，是供货商的，难怪一直缠着他，原来是想借着他占房子。他骗我。你愿意信？他说他一个人太苦。我不苦吗？婉棠，我错了。我把房产证还你，还有这8年租金，我慢慢补。我们不离婚，好不好？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这8年，他待在他抽屉里，替乔家挡住了所有追问。租金我会算清楚，损毁赔偿也会算，婚离不离不由这本证决定。那由什么决定？由穗穗那天在杂物间被关了多久决定，由你8年里骗我多少次决定，由你拿离婚协议逼我签字那一刻决定。我没有想真抢穗穗，我只是想让你退一步。所以你承认用孩子逼我退？李女士，老宅恢复方案出来了，前厅能修回原样，送灶那块匾也能补。送灶？那是我外婆的东西，你8年没看见，不代表它不值钱。房主逼死人了，我们一家被赶出来，连个落脚处都没有。你们住8年，给人家80块1个月，还把房主孩子关起来，换我早拿扫帚打了，那孩子不是没事吗？你外孙被关试试。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乔婉命苦。这8年，你们店里收款码每月流水，我们已经申请调取。你们不穷，只是不想再付该付的钱。宇川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跟婉棠说说，我们可以赔，但不能把我逼到没路走。你现在装没事人，房子是你让我住的，牌子是你帮我挂的，8周年活动也是你帮我办的。够了！你说婉棠最心软，说她怀孕了不敢闹大，你还说等离了婚，婚房给你，老宅让我用。你怕什么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干净。有些真相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比我拿证据更让人记得住。李女士，开工吗？开。法院立案后，距离开庭还有数日，周谢川接二连三上门纠缠，用尽办法想让我撤诉。婉棠，之前都是我鬼迷心窍，你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把案子撤了吧，我们重新过日子。做错的事不是一束花就能抹平，我不会撤诉。我以后再也不帮乔家了，房子、租金我全都按规矩补给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我给过无数次，是你一次次放弃。穗穗，想不想爸爸？跟妈妈说说，别打官司了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不要杂物间里那种熊。你别拿孩子当筹码，法庭上自有公断。你看，这些年我帮他们花了27万，我会全力追回。整本账本全是给乔家买米、补课、还债的开销。你就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撤诉吧。他自己母亲屋顶漏雨3年，他却从未过问。
你接济外人倾尽全力，对待自己家人却处处敷衍。你妈屋顶漏了3年，你知道吗？他没跟我说。他说了，你挂了。妈，你快帮我劝劝婉堂，我们一家人何必闹到法庭上？我今天来给婉堂作证，你别劝。我是你儿子，穗穗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护了吗？我没教好你，这是我的错，可我不能再帮你错下去。我承认私自出租原告婚前房产，私自扣留房产证，也承认在离婚协议中要求原告保留乔婉一家居住权。你是否事前知情阿亮私自带走原告女儿穗穗？我并不知情。录音里阿亮那句“你不是说他最在乎孩子吗”已经足够。审判长，被告10口首日知情，还一再混淆是非，道德绑架。我申请播放当日现场录音，还原全部真相。准许播放。姐夫，到这份上还装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最在乎孩子吗？你签字，我马上让人送他回来。小孩子嘛，带去吃碗馄饨不算什么。听见了吗？录音里字字句句铁证如山。你不仅全程知情，还暗中受益旁人，把我年幼的女儿当成谈判的筹码。我念及过往，一次退让，换来的是你们侵占祖宅，损毁先人物品。我顾及邻里情面，选择私下协商，换来的却是你们变本加厉，挟持孩子相逼。现在你们张口闭口谈情分，讲原谅，可你们挟持孩子恶意侵占的时候，半分情面半分底线又在哪里？今日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争一时之气，我要的从来不是输赢，而是公道。拿无辜孩子做赌注，靠谎言和胁迫度日的人，根本不配谈情分，更不配得到原谅。现有录音证据真实有效，足以印证案件关键事实。周以川、乔婉，你们还有新的陈述与辩解吗？既然没有，本庭传证人出庭。请你就所知道的被告私自处置原告婚前财产一事向法庭陈述。那年他把钥匙拿走，说帮婉堂照看院子。我后来听说乔家住了进去，就骂过他。他说婉堂同意了，我信了。后来才知道婉堂根本不知道。证人，你知道乔家在那房子里住了多久吗？8年，我记得清楚，因为我儿子每年过年都要去那边帮忙，说是帮朋友看房子。婉堂是个好媳妇儿，我没帮她看好房子是我的错。我是老街街道办的工作人员，负责老街修缮项目。乔婉一家占用林婉堂的院子开饭馆，整整8年，月租金80块。那房子是婉堂外婆留下的。周老师说婉堂同意租的，我才没多问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实情的？婉堂来社区报修缮名单的时候，他亲口说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事。后来我帮他查了，周老师从来没有跟他商量过。请你陈述当天穗穗被带走的情况。那天下午，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来说接孩子，穗穗认识那人，是乔婉的弟弟。穗穗不愿意走，那男人强行把她抱走了。我们察觉不对，立刻报了警。证人，孩子被带到哪里了？被关在乔家小灶后院的杂物间里，锁着门。我们找到的时候，孩子蹲在角落里，手里攥着桂花叶，一直在哭。证人作证完毕，法庭进入最终辩论环节。被告周宇川，你可以发言。审判长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报恩。乔姐的丈夫救过我，她走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应该帮她。当时婉堂怀孕了，我怕她生气，没敢跟她说实话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我不是故意要害谁。被告乔婉，你可以发言。原告林婉堂最后陈述。审判长，我的诉求从未改变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我要结束这段持续欺骗的婚姻，我要保护我的孩子不受伤害。我没有额外的要求，只求法庭依照证据，依照法律做出公正的判决。谢谢。休庭，择期公开宣判。婉堂，你能不能看在穗穗的份上？穗穗的份上，你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说这句话，就是因为穗穗没事。她要是有事，全体起立，现在当庭宣读判决。准予林婉裳与周宇川解除婚姻关系。周宇川婚内恶意处置配偶婚前财产，长期隐瞒事实，依法认定为婚姻过错方。案涉老街临街小楼为林婉堂婚前个人财产，
结合原告已更换门锁，对方早已搬离的事实，正式确认房屋权属归林婉堂所有。判令周玉川、乔婉二人承担连带责任，赔付8年租金差额、房屋修缮费、遗物损毁赔偿金，合计人民币12万余元。现判决生效10日内结清。结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与全案案情，女儿穗穗、林婉堂腹中胎儿的抚养权均归林婉堂所有。周武川享有探视权，探视时间、地点必须提前向林婉堂报备。乔婉、阿亮非法侵占、恐吓未成年人一案，交由公安机关另案依法惩处。判了，真判了12万，够他赔的了。妈妈，我们赢了是吗？赢了。婉堂，街道办正式聘请你为老街修缮居民监督小组组长，这是聘书，大家投票推举的。行，你就不激动？激动什么？干活。林老板升官啦？不是官，是盯工地的。林老板当组长，咱们放心，老街修缮的事儿就得自己人盯着，不能让外人糊弄。就该让懂行的人来。林老板在这条街上住了多少年了？谁家房子什么样，他比那些施工队清楚多了。谢谢大家的信任，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就是个熬汤的，盯工地也是盯，该修的修，该留的留，不会让老街变了味儿。都回去吧，该忙什么忙什么。这豆腐特意给他留着的，回头炖汤用，最是鲜嫩。钱就不必给了。阿婆，您这怎么好意思？林老板当了监督小组的组长，咱们这条老街有人主事，我心里头就踏实多了。送几块自家做的豆腐，算得了什么？林老板，阿婆执意送的豆腐，说什么也不肯收钱，记在账上吧。下次他来多给他称2斤排骨。这倔脾气，这做事的样子，真是跟他外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外婆，街道办让我来当这个监督小组的组长，您放心，这院子这条老街我会好好守着，绝不让任何人胡乱改动。您守了一辈子的地方，现在换我来接着守下去。姐，你运气好，怀了孕不用进去。运气好？我房子没了，钱没了，名声也臭了，你管这叫运气好？恒达地产老总王建国今日宣布，将投资5亿用于老城区改造项目。王总，改造的重点区域是哪里？我们将重点打造历史文化街区。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但老街那个地方，他想要。你给谁打？你别管。你官司还没完，孩子就要生了，别折腾了。您好，王总的秘书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乔婉，跟王总说，我知道老街宋家小灶那户人家的事，他一个人挡着整个项目，我有办法让他松口。稍等，王总明天上午10点有空，您来公司面谈。好，地址发我手机上。你真要去找开发商？林婉堂让我没房子住，我让他连老街都守不住。他以为拿了探局书就赢了，还没完。你疯了！你肚子里还有孩子！正因为有孩子，我才更得给他正条路。我不能让孩子生在这破屋子里。林婉堂，你等着。你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？王总，老街现在被列为修缮项目，但根本原因是有户人家在带头闹，就是宋家小灶的林婉堂，他联合其他房主已经让前一个开发商撤了。你不想白费力气，先把他搞定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这些照片能证实林婉堂监管失职致文物损毁，你匿名提交街道办，他组长职位难保。老街几位房主与我交好，我能动员他们带头签意向书。就凭这几张照片？照片是证据，加上匿名举报，街道办就会调查他，出了事他第一个跑不掉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只要他不好过。另外，如果你们拆迁成功，我要一套房子，离老街近一点。成交。你这个女人够狠。事成之前，别让林婉堂知道是我在帮你。放心，有什么事直接打这个电话。林婉堂有意思。婉堂，出事了！街道办收到匿名举报，说你在修缮工程中监不离，造成文物损毁，还附了照片。张主任让你明天去说明情况。你得罪谁了？怎么还有人搞你？
这举报信写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还附了照片，一看就是有备而来。不是得罪谁，是有人不想让我好过。举报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你明天去说明情况的时候，说话注意点，别跟张主任顶。我知道。外婆，有人又在打主意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乔婉这一手够狠，但假的就是假的，我不怕查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。进来坐。林女士，你看看这些，有人举报你以次充好，把旧砖卖了，用新砖顶替。这不是我做的。你身为监督组长，出事负首要责任。举报信称你借职权私卖文物砖瓦，以次充好牟利。张主任，照片是堆砖棚内向外拍摄的，外人无法进入。若是我所为，不可能留证举报自己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栽赃？我申请警方介入彻查诬陷之人，此事不能不了了之。今日他诬告我倒卖砖瓦，他日必会捏造其他罪名。老街修缮刚启动，绝不能让有心人从中作祟。好，我会向上汇报。你先回去，等通知。谢谢张主任。婉堂，我听说了举报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可以帮你查查是谁干的。我在学校认识几个搞法律的朋友。不用。周宇川，你现在来晚了。林老板，你歇会儿，这汤我来看着。不用，你忙你的。林老板，今天汤什么味儿？老样子，鸡汤，放了红枣和枸杞。阿婆，您坐。我就好你这口汤，几天不喝，浑身不自在。阿婆，给您筷子。陈爷爷，您的。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。可不是嘛，岁岁才多大，就帮着他妈跑前跑后了。听说了吗？街道办收到举报，说林老板在工地上以次充好，把旧砖卖了，用新砖顶替，照片都拍了。真的假的？林老板能干这事儿？谁知道呢？照片都拍了，还能有假？你们俩偷偷说啥？林老板为人我清楚，别瞎传。就是，那照片一看就是有人故意拍的。你们也不想想，林老板要是真卖了砖，还能让人拍下来？谁干坏事还留证据？这汤还是那个味儿，林老板，我信你。我天天在这吃，他用什么料我眼睛看得见。要是有人想往他身上泼脏水，那也得看老街的人答应不答应。你跑什么？姐，警察在查周边监控。我刚才从老街那边回来，路过派出所，看到他们的人在调监控录像。查到你了？尚无实据，但店铺监控拍到当晚工地时段模糊人影，深色衣戴帽，身形与我相近，是店主告知警方的。姐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查到是我？你翻墙进去的时候，有没有被人看见？没有，我看了，周围没人。你进工厂的时候，有没有碰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留下指纹？我戴手套了，但那个棚子的锁，我用锤子撬开的，可能有痕迹。王总，情况不妙，我弟当晚去工地被商铺监控拍到了，警方正在调取监控，迟早会查到我们。警察查监控不一定就能查到人，你弟翻墙进去的，戴了帽子，看不清脸，他们拿什么抓人？王总，一旦被认出，事情败露，对你影响极大。老街项目还没拿下，现在出事还怎么谈？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王总，我是说咱们是一条船上的，我出事了，对你没好处。酬劳照旧，钱明日转你卡上，让你弟近期别外出，等风头平和再说。他怎么说？他说钱照给，让你别出门。那就这么躲着？不然呢？你想去自首，你想进去？林婉堂，你以为你能把我逼到绝路？我告诉你，还早呢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
林阿姨，进来，林阿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吧。我知道那些事儿是谁干的，是我舅。那天晚上我起初上厕所，看到他满身灰回来，衣服上还沾着砖碎，裤腿上也是灰，鞋底全是泥。我没敢问他，他也什么都没说。这是他衣服上撕下来的，我留着了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个？因为我不想我妈再错下去，她再这样这辈子就完了。她已经没有房子了，没有钱了，如果再闹下去，她连我都见不到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回去吧，这事儿你不要掺和了，大人的事不该你扛。可是你好好上学就是对得起你自己，你妈的事不是你扛得住的。晚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葛阿姨，我找到证据了，阿亮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有砖灰和油漆。真的？你在家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不用，你明天去派出所，我现在报警。你好，110报警服务台。你好，我要报案，老街修缮工地的破坏案，我有新证据要提供。这个证据很重要，我们之前已经调取了工地周边的监控，但画面比较模糊。你看看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乔婉的弟弟阿亮。阿亮那边可以传唤了。你去工地干什么？我没去过工地。这是你吗？看不清，不是。这是从你家门口捡到的，上面有你的指纹，我们已经比对过了。你想看看报告吗？是我姐让我干的，照片也是我姐让拍的。你姐让你干什么？她让我把工地的旧砖砸了，把现场拍下来，然后嫁祸给林婉堂，说她当不成监督组长，老街的修缮就会停下来，开发商就能进来。你姐让你去砸，你就去。她是我姐，我能不听吗？传唤乔婉。我怀孕了，你们不能抓我！只是问话，坐下。阿亮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他说是你让他去砸工地的，也是你让他拍照的。阿亮胡说，他记恨我。那照片是谁拍的？我不知道。阿亮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你弟弟的供述、指纹、拍的照片都在这里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是我让阿亮去的。我恨林婉堂。为什么恨他？他让我没房子住，我住了8年，他把我们赶出来。那房子是他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就恨他，凭什么他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？有什么事儿，随时联系我们。李女士，乔婉和阿亮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阿亮被刑事拘留，乔婉因怀孕取保候审。知道了。妈妈，奖励你的。谢谢。阿亮进去了，刑事拘留，等着判。哎，这次乔婉该消停了，他弟弟进去了，他还能找谁？总不能再找个弟弟吧？妈妈，那个坏阿姨还会来吗？他不会消停的，他这个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那他还会来我们家吗？不会来了，警察不让他来。那就好。你的事我知道了。王总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你帮我办事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但你先把孩子生了，把官司结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干什么？那林婉堂那边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们再想办法。你现在不能再出事了。我等不了，我要他现在就不好过，我一天都等不了。你现在的情况，再出事就真的进去了。你弟已经在里面了，你想进去陪他？这是5万块，你先用着，别再出事了。我话说在前面，你再出事，我也保不了你。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
林姐，那批旧砖我们都修复好了，你看一眼。手艺还行，这回下功夫了。这次请了专门的文物修复师傅，手艺绝对过硬。这次我们加了双倍的人手向铲手材料，不会再出事了。晚上也有人值班，轮班巡逻。好，记住了，盯紧点儿。晚堂，修缮进度款到了，你签个字。第一期款已经批下来了。这棵树比我外婆年纪还大，听你外婆说过，是你太爷爷种的。太爷爷种树，外婆手造，我守院子，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。外婆，老街快修好了，你的院子也修好了，宝宝快出生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守着这院子，谁也别行动。妈，妈妈，碎碎别哭，妈妈没事，你去叫刘姐。喂，救护车！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母子平安。晚堂，坚持住啊，马上就到了。家属在外面等，快这边！用力，再来一次。你喊出来会好一点，别忍着。阿弥陀佛。男孩6斤2两，很健康。宝宝，你来了，欢迎回家。妈妈，弟弟怎么一直在睡？他刚出生，要多睡觉才能长大。那他什么时候能跟我玩？再过几个月，等他会坐了，就能跟你玩了。他动了，妈妈，我们叫他安安好不好？平平安安的安安。老师说平平安安是最好的祝福。好，安安，你姐姐给你取名字了。水果放这儿了。林老板，恭喜你，儿女双全！来，趁热喝了，补身子。谢谢阿婆。奶奶，妈妈和弟弟回来了。你还有脸打给我？妈，我生了，是个女儿。生了就生了，又不是儿子，你打电话就为了说这个？林晚堂，你什么都比我好，凭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老街那边我还是想拿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办法有，但需要钱。多少？你先帮我把那些动摇的房主搞定，我帮你找几个托，假装签高价的意向书，刺激那些还在犹豫的人。他们一看有人签了高价，就会跟风。可以，你先去办。还有林晚堂那边，你不能硬来，他现在是老街的招牌，动了他会引起公愤，老街的人都信他。你要是跟他硬碰硬，吃亏的是你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从他的暖心餐桌下手。如果有人说喝了他的汤出了事，他还能开下去吗？食品安全的事儿，一举报一个准。到时候街道办查他自顾不暇，还能管老街的事儿？你这个人够狠。对付他不够狠不行。吃什么？来碗汤。疼！你们家的汤有问题！哎呦，肚子疼！怎么了？你哪里疼？肚子、脚痛。你们这汤是不是用了什么坏东西？那你等着，我打120，该负责的我们负责。不用，你给我钱，我自己去看。我也不想闹大，私了就行。谁让你来的？什么谁让我来的？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那我报警，110总该管这事儿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这人肯定是来碰瓷儿的。
讹钱不成跑了？不是碰瓷，是来搞事儿的。碰瓷不会只喝2口汤就走，他根本没喝几口，戏演得太假。这几天多留意陌生人，来路不明的不要给汤，不要让任何不三不四的人靠近后府。行，我盯着。乔婉，这一招又没成，你还能想出什么来？我都接着。你就是林老板？是。老街拆迁是早晚的事，你一个人拦不住。我给你个人补偿，比其他人多1倍，你考虑考虑。拿了钱走人，比守着这个破灶强。不搬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王建国，你在外地的强拆官司还没打完吧？临海那个项目，把老人关在家里强拆，官司打了2年还没结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你那些事儿，我知道。临海的事，还有城北的事，要我一桩一段说给你听吗？哼。你怎么知道他在外地有官司？我查了3天，临海那个项目，网上还能搜到报道，受害者家属一直在维权。我不是想回来，我就是想帮你把这件事了了。你一个人扛着，扛不了多久。了了以后呢？以后就不来了，我说话算数。你说话算数？算数。你看看这个，材料很全，老街的历史价值、建筑特色、老照片、老物件清单都有，但是还差一个专家的推荐信，没有专家推荐，申报成功的几率会低很多。去哪里找专家？我来想办法。我认识省里一个文物专家，退休了，在行业里说话有分量，我去找他。晚唐，市里对老街申报历史文化节区的事儿很感兴趣，下周派人来考察。考察什么？考察老街的历史价值和保存现状。他们要看建筑、看风貌、看老物件。把老街打扫干净，把老砖墙露出来，别让施工队堆材料挡着。供花树周围清理干净，落叶扫掉，树下的杂物搬走。你这是要当导游？不是导游，是证明。让大家配合一下，每家每户不要堆东西。行，我这就去通知大家。你外婆要是知道你做这些事，一定很高兴。我知道。你跟你太婆一样，睡觉手不肯盖。外婆，市里的人要来看老街了，我要让他们看看这条街为什么不能被拆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在保护我们的家。我也要帮忙。那你帮我贴照片。外婆好年轻啊。那时候她才20岁。外婆，你的照片、你的院子、你的老街，我都记下来了。我要让他们永远留在这里。你坐，我去拿。这是我20岁那年拍的，你看看那时候多水灵。现在也水灵，你就会哄我。阿婆，我拍好了。这是我爷爷留下的，你看看能不能用上。林老板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家那个签了。那是你家的决定，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谢谢你。这棵桂花树是我外婆年轻时种的，快60年了。每年秋天开花，整条街都是香的。这口灶用了快50年，老街的老人都在这里喝过汤。我外婆走了以后，我接着熬，灶堂里的火没断过，汤也没断过。这一摞都是大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记录。资料很详实，我们会认真评估。谢谢。街在申报历史文化街区，如果批下来我就拆不了了。你之前说的办法都不管用，不能让他批下来。你有办法？我在老街住了8年，我知道很多事。那个林婉堂的院子后面有一棵桂花树，那是他外婆种的。但如果有人说那棵树不是他的，是公家的，能扯皮。公家的地他占用了这么多年，该还。这个办法太慢，等扯皮扯清楚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那就直接找人去闹，说林婉堂的院子占了公家的地，闹得越大越好。
让他名声扫地。你能找到人？给钱就能找到，你出钱，我找人。多少3、人？5个够了，不用多。嗓门要大，看着要凶。行，你去找，钱我出，但这次别再出岔子。这院子占了公家的地，我们要求查清楚。老街是大家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这院子的地基是老街的公共用地，你得搬。你胡说什么？这院子是林家祖宅，我从小就知道。你哪儿来的？祖宅也不代表地是林家的，公家的地谁占了都得还，这是政策。我有房产证，有法院判决书，你要看吗？房产证也不一定管用，地的事儿房产证说了不算。那你去法院告我，还是你想去派出所？哼，走。呸！这帮人肯定是乔婉找来的。我知道，你怎么不报警？他们没动手，报警也没用。但我记下了领头那个人的脸。男人，40多岁，方脸，又眉有疤，灰色大衣，金项链，黑色皮鞋。你记这个干什么？等证据够了，一起算账。晚唐批了，老街被列为市级历史文化街区。真的，市里正式下文了。外婆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院子现在谁也动不了了。老街保住了，来，大家喝一杯。林老板，你做到了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大家一起守的。老街成历史文化街区了，拆不了了。那我们的投资怎么办？前期已经投了不少，测绘、设计、公关，撤，趁亏的不多，赶紧撤。王总，你答应过给我一套房子。拆不了哪里来的房子？老街成文化城区了，动不了。你过河拆桥！你帮我办事，我给了你钱，5万块你已经收了。房子的事儿现在拆不了，你找我也没用。保安，来一下。林晚唐，你赢了。乔婉，你不能接近老街，你现在的身份是取保候手，限制离开本市，也不能接近案发区域。走吧。肺炎要住院，我没钱。那先去办住院，费用再说。孩子的病不能拖。被告人乔婉犯故意毁坏财物罪、诬告陷害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林阿姨，我妈进去了。她判了3年。那是她的事。我妹妹在我外婆那儿，我外婆不管她，她不愿意带，嫌麻烦。我想把我妹妹接过来。你一个人怎么带？你白天要上学，晚上要干活。我在老街旁边租了房子，我白天干活可以把她放托儿所，晚上我照顾她。你决定了就去做。林阿姨，这是我妹妹，她叫念婉。念婉，进来喝汤。坐下喝。我找到了一个专家，愿意给老街写推荐信。他怎么肯帮忙的？我求了他3次，第1次去他不见，第2次去他看了材料，说资料不够全，第3次我把他请到老街来，他喝了你的汤，看了外婆的灶，说这灶不能拆，然后就写了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我走了。爸爸，周老师现在倒是挺老实，不多话，不多待，他按时来看孩子就行。你不恨他了？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但也不喜欢了。不恨了，也不喜欢了，就是无所谓了。弟弟好笨，翻过去了翻不回来。他才多大，你让他翻回来？
弟弟，你脏死了。妈妈，弟弟吃树叶。外婆，安安会翻身了，穗穗上小学了，老街成了历史文化街区，你放心。外婆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，你放心。妈妈，今天老师让我们写作文，题目是我最骄傲的事。你写什么？我写我妈妈守住了老街。晚堂，外面来了个人，说要见你。谁啊？不认识，穿的挺体面的，开着车来的。我去看看。林女士你好，我是省城锦绣文旅集团的赵明远。什么合作？我们出资金出设计，把老街打造成文旅景区。老街是住人的地方，不是景区。你们出场地，利润55分成。林女士，老街的修缮维护每年都要花钱，光靠政府补贴不够，你得有造血能力。我们做的是保护性开发，不动老建筑，只做活态利用。我考虑考虑。王建国走了，又来一个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也没有白来的合作。文旅开发听着倒是不错，比拆迁强。上次那个王建国也是这么说的，最后还不是要拆，所以我没答应。可他说的也有道理，老街修缮要花钱，光靠补贴不够。他说的保护性开发，我没见过实物，我得先看看他们以前做过什么项目，再做决定。那我去查，别光查他们自己说的，去他们做过的项目看看，问问当地的老住户。我有个老姐妹在省城，她家那条街前年也被文旅公司开发过，我去问问她。好。老街这边有个林晚堂，不好对付，他不像其他房主那么好说话。那怎么办？公司那边催着拿地。先软后硬，先给甜头，他不要就换方式。老街那些签了意向书的房主再去谈谈，把价格提一提，只要多数人同意，他一个人拦不住。陈叔，我们是锦绣文旅的，想跟您聊聊老街开发的事儿。不聊，上次签了意向书就后悔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我们给的条件更好。您这间铺子按市价2倍收，另外在景区里给您留一个铺面，租金免3年。我在这儿开了40年杂货铺，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搬。陈叔，您想清楚，老街要是搞了文旅，您这铺子自己开也赚不了几个钱，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干，省心省力。我说了不搬，你们走吧。林老板，那个锦绣文旅的人来找我了，说给我2倍市价加免3年租金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不搬，但他们肯定还会找别人。上次王建国就是这么干的，挨家挨户谈，谈成一个算一个。我明天去一趟省城，看看他们以前做的项目到底什么样。你去，孩子怎么办？我婆婆帮忙看着。同样的套路，换了个壳子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们得逞。你就是晚堂，来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你看，原来住的都是老街坊邻居，现在全搬走了，1楼全改成商铺，卖纪念品，卖奶茶，跟原来一点都不像。老板，你在这开店多久了？半年，租金贵，生意一般。这是我原来的家，现在锁着，不让我们进了。保护性开发，这就是他们的保护，把老街变成空壳子，把老住户赶走，换成外地商户。老街的灵魂是人，没有人，老街就是一条死巷子。查到了，锦绣文旅做的项目，老住户全搬走了，老街变成空壳，不能合作。明白，明天开会。外婆，我不会让老街变成那样，人还在，街才活着。这是锦绣文旅在省城做的项目，原来住的老街坊全搬走了，老房子翻新成统一的商铺，卖的全是外地来的东西。老住户想回自己的家，还得买票。那我们还合作什么？他们给我的条件可好了，2倍市价呢。市价2倍买你的房子，然后把你赶走，你拿着钱去哪儿住？老街没了，你也没了根。我早说了不搬，我也不搬，我在这儿磨了一辈子豆腐，搬走了我磨什么？老街是历史文化街区，受法律保护，谁也不能强拆。但如果我们自己卖了，那就怪不了别人。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一句，还守不守？守。林女士，我听说你去了省城。去了，看到了你们做的锦绣古巷。每个项目情况不同，老街不合作，我们自己做。妈妈，我害怕。不怕，妈妈在。晚堂，后院漏水了，厨房那边的瓦片被风掀掉了好几块。
林阿姨，我来。先撑一晚，明天我来修。外婆，老街的房子老了，经不起这么大的风雨，修缮的钱我还凑不齐。我统计了一下，老街有11户房屋受损，3户严重漏水，2户墙体开裂，修缮费用初步估算要40多万。政府补贴能拿多少？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补贴最多15万，剩下的得自己筹。我这斗房的墙裂了，再不修就要塌了。修吧，不修不行。可钱呢？今天开不了火了，刘姐，你去买一罐煤气灶回来，先用煤气顶着。那汤呢？煤气灶熬的汤跟柴火熬的不一样。我知道，但今天不能不开门。老街受了灾，大家心里慌，得有个地方坐下来喝口热的。外婆，你说过灶堂里的火不能断，今天断了1天，明天我一定让它重新烧起来。听说老街受灾了，我来看看。看到了。修缮的钱凑齐了吗？还差20多万。这里有5万，你先用。我不要你的钱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安安的。安安也住在这儿，房子修不好，她也不安全。那算安安的，我记着账，以后还你。不用还。要还。我帮你联系一个做古建修缮的师傅，手艺好，价格公道。行。政府补贴15万，周玉川出了5万，还差20多万。我有个想法，我们自己做众筹。众筹？怎么筹？老街是历史文化街区，网上很多人关注，我们把老街的故事、受灾的照片发出去，让愿意帮忙的人捐一点，每一笔钱都公开。这能行吗？试试看，老街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街宋家小灶的林婉堂。我们的老街上个月被暴雨冲坏了，11户房屋受损，修缮费用还差20多万。老街有60多年的历史，住着几十户人家，这里有我外婆的灶台，有邻居们的豆腐房、杂货铺。如果你愿意帮一把，哪怕1块钱，我们都记着，每一笔钱都会公开，用在修缮上。谢谢大家。妈妈，会有人捐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得试试。这么多人捐，原来不止我们一条老街在守，守住一条就少一条，变成空壳子。外婆，火又烧起来了。小恒，你手上的泡别挑，容易感染。没事儿，吴师傅，我不疼。这墙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这些老瓦有年头了，留着好看。弟弟，你看，屋顶修好了。外婆，老街修好了，火没断，汤也没断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念婉呢？念婉在托儿所，下午接她。她还好吗？好，能吃能睡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小恒，妈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念婉。这是念婉画的。她画了好几张，我挑了最好看的。小恒，你替我照顾好念婉，等我出去，我重新做人。妈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你好好改造就行。念婉有我。喝吧。画得不错。林阿姨，今天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念婉很乖。这是念婉今天的饭钱。不用。要给的。明天还来吗？来。这孩子跟穗穗不一样，跟安安也不一样。你画的是什么？
房子旁边怎么没有人？我帮你画。房子旁边要画人才像家。这个是哥哥，这个是妹妹，你看像不像你和小恒？安安，不许撕！这仨孩子凑一块儿了，凑就凑吧，热闹。念完这孩子越来越像老街的孩子了。谢谢。孩子不会永远沉默，只要有人给他一碗热汤，他总会开口的。老街修缮完成后，网上众筹的故事传开了，陆续有游客来老街参观，他们拿着手机拍照，在青石板路上走来走去，在宋家小灶门口排队喝汤。我这豆腐磨了40年，头一回有人排队买。这是我爷爷那时候的老街，你看，这棵桂花树还是小树苗呢。碗汤，汤不够了。老板，你这汤太好喝了，我能拍个视频发网上吗？拍吧。老板，你真酷，趁热喝。外婆，老街活了，不是景区那种活法，是有人住，有人来，有人喝汤的活法。爸爸，安安又中了，能吃能睡，当然中。老街现在挺热闹的。嗯，我听说你做了众筹，还上了新闻。运气好。这是安安这学期的生活费，你按时给就行，不用多给。不是多给，我之前欠你们太多，还不完，但能还一点是一点。我记着账。你总是记着账。李女士，省里下了新文件，历史文化街区要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，每条街区选一个负责人，市里推荐了你。负责人干什么？协调修缮，管理游客，对接政府。说白了，老街以后怎么管，你说了算。我一个小饭馆老板，管不了这么大的事儿。你守住了老街，修好了老街，众筹了20多万，1分钱没乱花，你不管谁管？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老街的修缮和经营必须以住户为主，不能搞成几区那种空壳子，老住户不能被赶走。这个省里文件也写了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原则就是留住人，保住魂。万堂，你当上老街的负责人了。什么负责人？就是干活的。干活的也行，反正老街的事儿你最有发言权。今年桂花开的时候，我想办个桂花节，让游客来喝桂花汤，看老街，听老住户讲故事，不是景区那种表演，是真的故事。好主意，我帮你张罗。您瞧瞧，这就是咱们老街的传家宝。哥哥姐姐，尝尝桂花汤呀！我也要帮忙。今天老街很热闹。晚堂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申请调回本市的学校了。以前我总往外跑，现在我想离穗穗和安安近一点。不是想复合，我知道回不去了，我就是想当个好爸爸。穗穗和安安需要爸爸。谢谢你。别谢我，你把孩子带好就行。这棵树今年花开的真好。林阿姨，我考上了，市里建筑技考古建修缮专业。吴师傅推荐你去的。他说我手稳，适合干这行。他还说老街以后修缮要靠年轻人，让我好好学。学费呢？有助学金，够用。念晚的托儿费我也攒够了。
林阿姨，我不要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念婉的。他在我这吃了半年饭，这钱是你给的饭钱，你不收我反而欠你的。林阿姨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帮老街修了半年的屋顶，我还没给你工钱呢。哥哥去上学了，周末就回来。我知道。你今天想喝什么汤？桂花汤。这孩子开始信人了，信人这件事比喝汤难多了。妈妈，我得奖了！写的不错。老师说我写的很真实，全班同学都鼓掌了。安安不许碰，这是我的。我们岁岁有出息了。奶奶，我写的作文是关于妈妈的，你想听吗？想听。我最骄傲的事，是我妈妈守住了老街。老街有我太外婆的灶台，有桂花树，有喝汤的邻居。有人要拆老街，我妈妈说不拆；有人要赶我们走，我妈妈说不走。我妈妈说，人还在，街就活着。我觉得我妈妈是最厉害的人。岁岁，有你真好。外婆，岁岁得奖了，作文写的是你和我。安安会跑了，念婉会笑了，小恒去学手艺了，老街保住了，桂花也开了，你放心。又是一个秋天，桂花又开了。安安，岁岁不是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外婆，老街守住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日子越过越好了。这碗汤我替你继续熬下去，灶土里的火不会断。